今年这个经济形势啊，过年给自己买个大件儿，是不是都有点吃力了？但是蓝牙耳机作为又便宜又能直接提升幸福指数的产品，在这种寒冬腊月里，买一个送给自己，作为这一年辛苦的犒赏，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因为耳机领域也在不断的内卷，以往呢，在这个价位段最多只能提供主动降噪的功能，其他功能基本上一概欠奉。但是在2023年一整年的新品内卷之下，这个价位段不但出现了 HiRes 小金标的耳机，甚至还有双动圈按捏式操控这样以往1000元以上耳机上才会出现的功能。咱们先说结论啊，在2023年全年热销的199到399耳机中，共有9款值得向老伙计们推荐。它们的型号分别是红米 Buds 5 Pro、红米 Buds 4 Pro、华为 FreeBuds 5i、vivo TWS 3。这个型号呢，还有个套娃的版本，叫做 iQOO TWS 1，还有 OPPO 家的 Enco Free 3、Free 2i、真我的 Buds Air 5。漫步者花在的 Evo Pro 和万魔的 Pro Q30， 这9款耳机的拼夕夕实际成交价我都打上了，其中最贵的是红米的 Buds 5 Pro 372块成交，最便宜的是 Enco Free 2i 218成交，但实际上 Free 2i 也只能算是一个凤尾了，甚至没有和199价位段以下耳机 PK 的能力，所以这款就不在这个价位推荐了。热销但是不推荐的啊，分别有 vivo 的 TWS 2，这个型号呢已经被 TWS 3完全替代，没有竞争力了。小米的 Buds 3 Pro， 这是小米在2021年发布的产品，你敢想吗？并且是万魔代工啊，不再值得推荐。还有一款就是华为的 FreeBuds 4E， 这款呢已经被 FreeBuds 5完全替代，性能呢甚至没有 FreeBuds 5i 这个入耳式的强。我呢还是先说结论啊，这一共12款的产品中呢，如果不考虑品牌的因素啊，老张最无脑推荐的是红米的 Buds 5 Pro， 还有同轴的双动圈单元，最新的 LHDC 5.0 加上小金标，今年整年啊最具杀伤力的耳机没有之一。好了，接下来咱们来把这些耳机呢一一拉出来看一看啊。首先咱们以小米家的开始，小米篇（括号红米）。小米的粉丝们先点个赞啊，咱们再来看看小米的产品。一共呢，在这个价位段有2款小米的耳机，分别呢是红米的 Buds 5 Pro 和红米的 Buds 4 Pro 啊，父子双代同台啊。5 Pro 是2023年底刚刚发布的新品，而4 Pro 曾经呢是号称小米旗下，注意是小米啊，音质最好的耳机，它呢是在22年中发布的。这2款耳机呢都是最新的蓝牙 5.3， 赞啊！其中 Buds 5 Pro 支持最新的 LHDC 5.0 高清边界码，最高可以达到1000 kbps 的码流传输，还有 HiRes 的小金标加深。红米的 Buds 4 Pro 呢，虽然没有标称支持小金标啊，但是啊，这家伙在国外卖的国际版是支持小金标的，你买回来刷个国际版的固件，其实呢马上就可以解封 LDAC 高清边界码和小金标。5 Pro 的续航呢更进了一步，达到了同价位耳机的 Top One， 续航10小时啊，4 Pro 都是9小时。两者呢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是发音单元的部分。4 Pro 当年呢就用了广受好评的10毫米镁铝动圈加6毫米钛膜高音单元。到了5 Pro 继续升级了啊，变成了10毫米的压电陶瓷高音，加上11毫米的镀钛低音单元，整体的发声单元都变大了，理论上呢音质也会变得更好。但是说实话，我没听出来啊，一会儿大家呢可以自己听一听，分辨哪个是你更喜欢的声音。其他各方面呢，2个耳机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啊，甚至连外观都懒得改了。这个还是有点离谱的啊！每次说到红米，我都会吐槽这个，你稍微拉个皮儿也行啊，是不是？Buds 4 Pro 的价格咱们单独说一说啊，因为已经处于边缘产品了，所以现在拼夕夕的实际成交价只要256块，只要256块！我的妈呀，老伙计们，不嫌弃是老款的就直接冲啊！接下来大家可以听一下2款耳机的音质区别啊，你是否能够听出来？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
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跌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再接下来呢是降噪的表现啊，就是半斤八两的水平吧。对了，这两款耳机都有游戏低延迟模式，很好。如果你对新特性没有任何的兴趣，也不在乎什么买新不买旧的话，其实 Buds 4 Pro 的性价比是最高的。重要的话说3遍啊，小米 Buds 3 Pro 再便宜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华为的粉丝先点个赞，点赞不要钱啊。咱们来看看华为的耳机。华为的东西呢都很贵，是吧？所以今年这个经济情况呢这么不可描述。Mate 60 Pro 是怎么卖爆的呢？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不太能理解。但是手机咱们该花花，耳机咱们该省得省啊。199到399这个价位段，目前在售的华为耳机呢只有 FreeBuds 5i 和 FreeBuds 4e 两款。首先我来科普一下啊。华为的这个 FreeBuds 4、4e、5、5i， 这其实是4款啊，其中最新的是 FreeBuds 5，这个呢其实是 FreeBuds 4的替代型号，而 4e 并不是4的升级版，而是4的简化版，简化掉了无线充电和高清录音的功能。而 FreeBuds 5i 其实呢比 FreeBuds 5要老啊，也不是 FreeBuds 5的升级版。它呢是 FreeBuds 5的佩戴方式不同版本，5i 是入耳式，5呢是非入耳式。
当然了，因为 FreeBuds 5刚刚发布不久，所以价格呢一直比较虚高，所以呢并不会出现在本次横评中。感兴趣呢，大家可以看老张单独的华为全系耳机2024年横评节目。好了，那咱们呢就先看看华为的这个唯一存在 FreeBuds 5i， 因为发布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它并没有蓝牙最新的 5.3。但是呢，和华为高端耳机一样呢，它也有 LDAC 高清边界码和 HiRes 的小金标啊。入耳式设计，主动降噪10毫米单动圈发声单元，没有头部追踪的假空间音频，也没有无线充电，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简化版的 FreeBuds Pro 3。但是啊，现在这个耳机的实际成交价格只要338块钱，甚至低于中古的 FreeBuds 4E。远远低于半入耳的 FreeBuds 5，应该说是目前华为耳机中性价比之王。虽然你们都不在乎性价比，是吧？FreeBuds 4E 啊，如果你不是对半入耳式耳机有执念，并且不愿意选择新款的 FreeBuds 5作为中古的型号啊，并且这个耳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电池非常的拉垮啊，我就不再推荐这个产品了。对于 FreeBuds 5i。它呢其实也有游戏低延迟模式啊，虽然不是蓝牙 5.3， 好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表现和降噪表现。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vivo 篇（括号爱酷） vivo 今年啊发布了不少这个低价位的耳机，但是在高端的部分呢，却依然只有售价接近800块钱的 TWS3 Pro。这个呢，其实都是2022年的产品了。在199到399这个中端价位段啊 ，vivo 竟然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完全扑身于低端价位了。目前只有一款 TWS3 的耳机来应战，然后特别不靠谱的啊是 vivo 旗下的爱酷，它竟然把这个2022年的 TWS3 今年换了一个全新的型号，叫爱酷 TWS1，当做新品给发布了一遍。注意啊 ，vivo TWS3 就是爱酷 TWS1，这两款呢实际上都是2022年的老产品了，而且。vivo 更是把懒的研发做到了极致啊！2021年初发布的 TWS2，也就是 TWS3 的前代产品，这是直接替换的关系啊，竟然现在还在当做热销产品在卖。注意 ，vivo TWS2 是中古型号，不推荐购买。但是咱们该说不说啊 ，vivo 的 TWS3 放到今天依然还是能打的啊。蓝牙 5.3 骁龙畅听认证 aptX-LL 高清边接码，这个类似于小金标和 LDAC 的关系啊。单次续航10小时，这个也很厉害啊。入耳式主动降噪，最牛的是它用的是按捏式的快捷操作，同时呢支持滑动音量调节。哇，这就是苹果的 AirPods Pro 2本果呀！
在中低端价位中算是 No.1 了。这也难怪今年 vivo 没有更新它的中端耳机系列了，是吧？有点那个遥遥领先的意思了啊。不过这个音质啊是好是坏，大家还需要自己拿耳朵来听。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吗？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跌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游戏方面 ，TWS3 所拥有的骁龙畅听认证中有更高级的游戏模式啊，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骁龙畅听的游戏延迟太高。另外提醒大家的是 ，vivo 和爱酷的耳机在相互的品牌手机中都是互相免 APP， 完整弹窗，并且有系统级的设置菜单啊。vivo TWS3 目前我买到的成交价是329，新品套娃版的爱酷 TWS1。却只要284块，老铁们，爱酷啊还有单独的电竞配色。如果你想买 TWS3 的话，不如直接买爱酷 TWS1。OPPO 今年的新品 Enco Free 3实际成交价349块，正好落在199到399的这个价位段。这个可是一款很有竞争力的耳机。它不但是 OPPO， 当然也包括一加啊，在399以下的价位中，第一款支持 LDAC 高清边界码和 HiRes 小金标双认证的耳机。需要提醒 OPPO 的用户注意的是啊，不要贪便宜买 Realme 真我的耳机，它呢在 OPPO 或一加手机上是不会弹窗的，这个属于干儿子了啊。当然了，也没有系统调节选项啊。但是一加和 OPPO 的耳机可以在相互品牌的手机上弹窗、免 APP、系统级设置。OPPO Enco Free 啊，还有一个独门绝技啊，就是它的发声单元。OPPO 这次走的呢是高科技材料的路线啊，它没有用双动圈、圈铁或者高科技的镀膜啊来提升它的发音单元的品质，而是直接使用了日本品牌喜爱的这种独特纤维振膜的技术。和 AKG 的木振膜、索尼曾经的生物振膜，或者呢是苹果爱用的羊毛盆不同啊，它用的是竹纤维振膜。我前所未闻啊！官方的说法呢，它是复合型材质，12.4毫米 TPE 加 PU 加竹纤膜。一般来说啊，这种独特的振膜都会有一种非常不一般的温润质感。但是说实话啊，听音这个环节里把我给惊到了啊！这个耳机可以说是要低音有低音，蓬蓬松松的；要解析力有解析力，高音甜的那种。而且它的低音不是那种轰头的低端音质啊，老伙计们一会儿可以在听音环节重点的听一听。Free 3是新款，所以呢硬件配置拉满，蓝牙 5.3 入耳式主动降噪，单耳重量4.3克，几乎是这个价位段最轻的耳机。续航呢只有7个小时，马马虎虎吧。空间音频不要想了，更是没有无线充电之类的高级功能。但是该说不说啊，这个耳机舱的外观设计真的是非常在线啊。
有点珠宝的那个味道了。另外，这款耳机没有单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不过需要大家注意啊，我也会在这次视频中不断强调，蓝牙 5.3 集成 LC3 低延迟编解码模式，不用担心游戏性能。OPPO 的机海战术在耳机领域也存在，比如说这个 Free 2i， 这个已经是2021年的老产品了，并且呢，它是主流型号 Free 2的简化版。它取消了 Free 2的单拿调音，你看它的配置放到今天，我简直怀疑是不是搞错了才放进了这个价位段，199、399啊！所以无论是多少钱，都不再推荐 Free 2i。接下来就听一听竹纤维振膜的 Free 3音质表现以及它的降噪表现。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可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其他品牌（括号垃圾）这个咱也不收钱的，他妈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是不是 ？Realme 啊是不能在欧加上弹窗的，所以我把它列进了其他品牌。当然了，如果你是 Realme 手机的用户，它呢是可以弹窗的。这3款耳机中，真我 Buds Air 5和万魔 Pro Q30实际成交价都是在230块左右。参数啊之类的也都非常的接近啊，都是蓝牙 5.3 ACC 编解码，续航呢一个是7小时，一个是7.5小时，都是入耳式主动降噪，其他的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看表格啊。而漫步者花在啊，这一看就是一个小王炸啊，300出头的实际成交价，却有同轴双动圈加 LDAC 小金标啊，3位一体。可以说是漫步者堆料王，非常舍得了啊！但是大家对比一下参数呢，你就会发现它的双动圈尺寸和红米 Buds 4 Pro 是一样的，功能参数呢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给红米 Buds 5 Pro 让道啊，4 Pro 现在降到了250左右，这就让花在有点尴尬了，是不是？如果你好奇花在 Evo Pro 和红米4 Pro 音质哪个好，你呢可以倒回去再听一听红米4 Buds Pro 的这个表现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花在可以在漫步者 APP 中配置使用，但是却没有手机品牌系统级的开盖弹窗，这一点和手机品牌的耳机是有劣势的。所以大家懂我说的 Evo Pro 升的有点尴尬的这个意思了吧？但是这个外观设计啊，该说不说，还是非常漂亮的。好了，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3款199到399中端价位其他品牌耳机的声音表现和降噪表现。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
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你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让我与你握别。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盛开在黎明，总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出现在还有期待。这3款耳机呢都有游戏低延迟模式，游戏档是可以考虑的。总结一下啊，这个就是一共12款这个价位，也就是199到399中端耳机的 PK 对比了。综合素质最强的是红米 Buds 5 Pro， 虽然首发的时候啊，系统不匹配，一大堆的 bug， 对不对？让大家非常的吐槽啊。
这耳机甚至很多功能都没法使用。但是在我红米 K70上3次左右的更新之后，基本上已经稳定了。另外，它的实际成交价呢，也从官价399降到了370左右就可以成交。等等档呢，还是可以再等等。如果是320左右的话，那就真香了。其他有亮点的耳机分别是华为的 FreeBuds 5i， 非常的均衡，花粉这个价位的唯一选择。OPPO Enco Free 3。竹纤维振膜 LDAC 小金标，还有 vivo TWS3，我没有想到它今天的竞争力依然是很强的。另外还有漫步者花在 Evo Pro， 双动圈 LDAC 小金标，再加上漫步者专业的品牌，也算是很有独特性了。最后就是红米的 Buds 4 Pro 依然能战关键呢是它降到了250块，足够便宜，足够大玩。好了，感谢老伙计们点进来看到这儿，点赞关注我，也一定要转发给你身边想买蓝牙耳机的朋友，能够帮助到你一点点，我就很高兴了。另外呢，就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评论留言给我，看到的我都会一一回复。新年快乐！